們現在已經登機了，不知道為什麼上了日航的777-300ER，還是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哦，這個之前我没有拿過，這是新的耶，我好喜歡這個哦。還有這個日航的圖示好可愛哦，這真的好有紀念價值，這個我好喜歡。大家早安吶！我們現在在雪梨國際機場 Sydney Airport， 今天要開啟我們一個有趣的飛行記錄。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我們的老朋友國泰啦，但我們今天不是要搭乘國泰，不過我要給大家拍一下，因為我上次來搭國泰的飛機的時候，發生狀況。在我上次2年前來搭的時候，它雪梨的這個 counter 是 check in 的地方没有頭等專區，那現在的話有了。上次我有跟國泰人员有反映過這件事情，所以他們是有改进的。所以國泰現在在 Sydney Airport 的話 ，check in 的部分也是有头等的。对，这是国泰头等 check in 区域。之前的話是没有的，所以之前那一次在商務那邊真的排了很長的隊伍。不錯，國泰有改進，很棒。我覺得就是有一些小點啊，我覺得就是321neo的話，然後像一些中國大陸一些小點，那我覺得因為這樣子。沒有頭等點，我覺得前港龍的城市，我覺得可以接受。但我那時候覺得說，像雅加達、曼谷都是有，台北一定也有，雪梨沒有，我覺得非常的奇怪，因為畢竟這是大洋洲最大的點嘛。對，所以那時候回去我跟國泰的人反映，就是說，你們在雪梨的 airport 的這個地勤 service 有點奇怪，就是你們的check in 的地方沒有頭等櫃檯。那現在國泰改進完了，我們要往前，我們今天主角要登場嘍。我們今天的主角是我們拍攝過的主題。那今天為什麼要再拍攝呢？是因為是不一樣的產品。我們今天搭的是日本航空的頭等艙 ，From Sydney to Haneda。那日航的check in櫃檯的話，在 K 的部分在這裡。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來到日航櫃檯了，就在這裡，很熟悉的日航櫃檯 ，First Class 在這邊，等。那日航的話，真的是高卡扣員非常的眾多啊。对啊，剛剛在頭等那邊check in，哇，也是等了一下，就是日航的綠寶石真的是多都滿出來。對，搭日航這種長程線沒有綠寶，真的是一種就沒人權，真的很可怕。登機完畢，我們準備來去過安檢，然後要上飛機嘍，開啟我們今天的日本航空頭等艙 from Sydney to Haneda 旅程 ，Let's go。這是等一下要帶我們回東京羽田的日航777-300ER，右邊是國泰，這一支是爾雅，也是777-300ER，左邊是馬航，這邊是 One World 大集合，右邊這一側的話就是新加坡航空，然後再就是大韓，後面那一台阿聯酋380就是我們上一集給大家拍的。飛往基督城的第5航權的380哦，早上的雪梨機場很熱鬧呢。好了，我們今天的登機門的話，在32號 gate。今天是2026年的3月1號。今天這一段航程是非常特別的，雖然我們已經拍過日航頭等，不過這個是不一樣的產品，也有蠻多不一樣的故事要跟大家介紹哦。好了，那我們就來 boarding 咯 ，Group 1。好了，那我們正準備登機了。這是一個非常多回憶的機種啊！那上飛機後再來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好了，我們現在已經登機了，不知道為什麼上了日航的777-300ER，還是有一種特殊的情感。畢竟這個飛機真的是標誌了日航這些美好的年代。雖然這個頭等艙的產品現在看起來已經是真的是上一個世紀的東西了。對，跟日航現在新的35K 也真的是完全不能比，但是我覺得這個機種還是非常的棒。其實私心的希望日航不要把這個777-300ER這麼早全部都退掉，我覺得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機種。雖然35K 真的是沒話說，但這一台真的也是很棒的體驗。那今天為什麼來搭這一段，就跟大家可能好好來聊聊天了啊！我現在心情蠻激動的，就覺得就是很感動，就每次搭上日航的這個777-300ER頭等35K是一種興奮感，這個就是一種很安心舒適回到家的感覺。對啊，
真的很棒，跟國泰頭給我的感覺一樣，非常的喜歡。那備品的話都已經放好了，一樣的話是給這個 Ginza 取水斗的東西，然後再來備品，水都放好了。那我們等下再來一一介紹嘍。這是日航的舊款的頭等艙，也服役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那登上這日航頭等艙的飛機的話呢，還是有個獨特的香味，就是日航的香味，非常的舒服，令人放鬆。聽着這個熟悉的登機音樂，那我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座椅的環境。那這個熒幕的話，當然以現今的標準來說，真的是很小。不過在當年的話，10多年前，這也是很不錯的頭等艙產品了。曾經也是一時的霸主。雖然它是121的配置，有8個頭等，不過它座位的寬敞度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平躺睡覺也是非常的舒服。那毯子的話，在前面、下方有置物的空間，上方也是有置物的空間。這個我們給大家開箱過，就不重複了。這個是 Ginza 的備品。那這過夜包的話，待會我們大概來看一下。再來的話，它置物空間有很多，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首先前方就有一個，這邊第一個空間的話，就是有傳統的插座。然後再就有 Type A， 當然是沒有 Type C 的部分。拖鞋的話放在左側，插座充電器也非常的完整。然後再來的話，香檳已經上了，我們來喝一杯吧。那我們喝完香檳呢，我們繼續來看座位哦。座椅的左邊的話，沒有其他的大型置物空間。第一個隔板在這邊，可以調整這個座椅的位置，這是有一點按摩功能的，在這邊。雖然這個按摩震動是很弱啦，不過加減還是有一些。然後這邊是手動的這個操作遙控的面板，這邊的話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收納空間呢，就會像這樣，還蠻深的東西是可以放。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比較淺的在這邊，那只是這種收納空間都要小心，大家下飛機的時候別忘了東西要記得拿走哦，所以是蠻深的。那這個就不像35K 後面還是有喇叭設計的，對，不過這個座椅這個經典的設計。舒適度還是非常不錯。那我們的金貴人跟海龜要跟大家 say hi 嘍，在這邊，今天也要陪我們度過美好的頭等艙旅行。Hello。那像我們還沒有起飛之前，我們坐在這邊，就跟大家先說一說我們的日航777-300ER 的小故事吧。日航其實非常保守的航空公司，它一直以來的話，其實蠻長一段時間，它就是有着13台的777-300ER 是唯一配有這個頭等艙的這個設備。那這個頭等艙的設備的話，當然是比較舊款設計了，但是還是相當的舒適。他也買了13台的35K，準備1:1的汰換，所以日航並沒有打算增加頭等艙的供給數目，它就是1:1的兌換。而且新的35K 頭等的話只有6個位置，所以其實它頭等艙的座位是減少的。就以前會有13台，然後一台8個位置是3×8，就是104。那現在13×6就只有78個位置，頭等的位置是在縮減當中。這幾年的話，因為35K 進來。那但是日航目前運力是不足的，所以它的並沒有進一台就退一台，它可能就進了幾台之後才退一台。那目前777-300ER的話，最早進日航的機隊，也是全世界第一架開始商用飛行的。日航接收的那一架不是最早的，不過。它是蠻早開始做一個飛行的動作，那台已經退掉，所以現在已經退掉一些777-300ER。對我而言，我其實蠻感傷的，這也是我今天搭上來的話，會有一點難過，就覺得說啊，這個機隊、這個機種，如果哪天真的從日航機隊中完全消失，我其實會蠻難過的，就真的是時代的眼淚。那這一台的話，當然承載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回憶，因為過去的話，搭乘日航頭等非常多次，去倫敦啊、巴黎啊、紐約啊各種城市都會搭日航頭等。那曼谷的話我也搭過，那只能跟大家講說，還沒有退之前，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是一個你要體驗日航頭等非常好的一個時間，就是因為現在新的35K 進來了，但舊的這個777-300ER還沒有完全退，所以目前的話，日航會有很多原本不是固定會 serve 頭等艙的航線，現在會採用 seasonal 或季節性或加班機的方式去營運頭等艙的航線。好，那日航固定有頭等的航線哦，就是像是紐約、達拉斯、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倫敦、巴黎這些點是一定 regular 會 serve 頭等艙的，其他所有航點都是非 regular， 都是季節性的航班。那剛剛這些點的話，除了美國、歐洲就只有2個點，倫敦跟巴黎。那其他航點的話就季節性了哈，像夏天的季節性的話，
哦，前2年的話都有飛赫爾辛基，今年2026年也有哦，大家可以把握。那北半球的冬天，南半球夏天的旺季，就是這個時候就會來飛雪梨了。所以雪梨的話，就是屬於季節性的改成777-300ER。今年這個改艙等的動作有延續比較久，好像5月過後吧，4月好像還搭得到。對，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覺得可以把握，因為這個777-300ER的票也相對比較容易兌換，因為畢竟舊艙嘛。但是我還是認真覺得它非常的值得各位來體驗，雖然不像35K，讓你會處處就是哇 surprising 啊，或覺得就是很厲害。我們今天這台是 JA741J， 那它是2009年進到日航機隊，所以已經16年了。所以你要想，16年前的飛機有這樣子的配置，在當時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厲害。而且大家別忘了，我們001那一集，大家都知道，日航強項其實不只是硬體，它的軟體服務真的是強到沒話說。餐飲跟服務真的非常非常的細緻，加上這個硬體，在當時，我覺得是當时真的是頭等艙的夢幻產品了。就那時候，其實我最喜歡搭乘的還是日航跟國泰的頭等艙，我都非常的喜歡。那所以這次我們等於利用這個季節航班的機會，剛好來南半球旅行，來紐澳之旅，所以回程當然就要來搭這個從 Sydney to Haneda 的季節性限定航班。不知道如果飛機退的速度如果快一點，明年2026、2027这個北半球冬季班表還能不能有這個777-300ER飛雪梨，就真的不知道了。如果退的速度夠快，說不定就可能2-3年之內，我們就要跟這個機種 say goodbye 了。其實蠻難過的，對。那我也搭過這個機種，就是像季節性航班也會飛曼谷，也會飛新加坡。不過新加坡的話，可能就是看季節，它可能一個月這樣公布。對，曼谷的話也蠻有機會的。對，那有不同的航線，它也會飛北京、上海，在之前。不過現在因為關係比較緊張，所以航班也都砍掉了。那像上個禮拜看到日航也砍了不少就中國的航班，那所以這個大飛機也不會飛北京、上海。那即便有飛的話，這個座位的話，頭等會當商務賣。所以如果你是買商務艙的機票、里程票、現金票、高卡會員的話，你是可以選這個位置的。所以如果這個機種777-300ER有飛北京、香港、上海的話，頭等座位會當商務賣。那大家如果搶到就賺到了，雖然不是頭等的服務啦，餐食的話就商務的餐食，不過搶到就賺到。那這個飛機的話，偶爾也會飛去國內線代打，真的哦，它會飛羽田福岡，我搭過一次。有一次從羽田飛福岡的時候，就是那天是國際線機材的777-300ER代打國內線，哇，那次體驗也非常棒。你想想看，在國內線能搭到這一個真的很棒很舒服。那一次我選的是 Class J， 所以我加了1000日幣就坐到商務艙。這一款商務艙的舊款設計是232，那大家聽到232可能會覺得很怪異。不過日航的這個232，它的隱私性是不錯的，它的每一個座位都有一個獨立的走道可以走出來，然後隱私性隔板做的也不錯。當然空間大小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大。不過日航這一款777-300ER的這個商務艙雖然是232設計，我認為還是非常的不錯，一定是平躺是沒有問題，然後獨立走道空間都是很好的。那大韓航空也有類似的設計，所以這一款飛機的話，它是頭等，然後商務、豪經跟經濟。那這款的經濟艙非常的少位置，這個777-300ER運用的非常的奢侈，它整個飛機的話只有200出頭個位置而已。對，日航的話是頭等8個，商務49，豪經40，經濟是147，總共是244個位置。那全日空的配置就更頂，全日空是212個位置，它商務艙的座位是更多的。对，那它經濟艙我記得好像不足100，還是剛好100左右而已。那不管怎麼樣啦，就是像華航、長榮的或國泰的777-300ER，基本上都會超過300個位置。所以這個244個位置，或全日空212個位置，這樣子77W 真的會讓你搭乘上去是非常舒適。大家別忘了，日航這個經濟艙啊，就是長年以來一直都獲獎非常多的最佳經濟艙，理由非常簡單，就全世界現在的航空公司777-300ER的話，經濟艙幾乎都改成343了。你目前要找到這麼佛心的配置，只剩日航了。本來大韓的話也是333，不過大韓的話他們在進行改艙的動作，要把它改成343了。對，所以你要在777-300ER上面找到就是經濟艙配置333這麼舒服的，只剩下日本航空了。对，我只能說日航這個777W
離開機隊真的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為它是一個指標性，然後非常舒適的一個機種，從經濟333，然後它的豪金是242，然後到商務雖然是232，但是也真的很不錯，然後是8個頭的啊，這整個飛機都讓我覺得不要這麼快離開呀，我好喜歡這個飛機啊，對啊，超棒的。好了，我們現在排隊準備起飛了。剛剛我們看到了英國航空，看到了美國航空。那現在我們看到這隻是嘎魯達哦，這一隻比較少見，是皮卡丘彩繪機的嘎魯達，很可愛。從雅加達飛過來，遠方正在移動的那個是芬蘭航空。那芬蘭航空的話，這一段不是 AY， 是跟匡納斯跟 AY 做一個師租，所以等於是 AY 幫忙打工的意思。不過 AY 之後也會以自己正班號營運這一段第5航權，那會中停曼谷，從赫爾辛基曼谷，然後曼谷到這個悉尼。那這個早上的雪梨機場看飛機也是很舒服的，就是哇，匡達斯380。然後我們今天還遇見了2台匡達斯380跟1支韓亞航380停在一起，所以韓亞航在這個冬天旺季的時候也是會用380來飛雪梨的哦。這邊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飛機，對，那這邊英國航空的班機的話是很特殊的，因為這是歐洲的班機，第5航權直接飛過來的，也是英航著名袋鼠航線。好了，欣賞完美麗的飛機們，我們要彎向跑道，準備要來起飛嘍。起飛嘍！380有380的美好、安靜，77W 也有它自己的一番風味。這個強大的引擎聲音就證明是空中的王者啊！那雪梨再見嘍，下次再來南半球走走。好啦，那現在我們已經起飛了，就要來看我們的菜單嘍。好，你真要搭日航頭等的話，在地面上什麼食物都不要吃，因为日航頭等的食物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所以要餓着肚子上飛機。好，那日航的話，供應餐食的部分跟一般航空公司的邏輯比較不太一樣。一般航空公司的話，會根據早餐、午餐、晚餐不一樣的時間，會serve不一樣的餐點，然後起飛降落。像有時候如果起飛是早上，可能先吃簡單的早餐，然後降落前再吃比較正式的午餐或是晚餐。日航的話，基本上它長程線就是第一餐就是一個最完整的一個正餐，後面所有東西呢，它都稱為是阿拉卡特。那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小食。那這個小食部分的話，降落前隨時都可以吃。那降落前那個部分的話，也跟商務艙的東西是一樣的，所以等於日航把所有的預算跟精華部分都放在上機的第一餐這個正餐。第一餐正餐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好，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選擇。那日航也是一樣，永遠就是日式跟西式兩個選擇，對，就是經典啦。那東京出發的餐點，上次我們在日航的那一集001給大家拍過了，當然。東京出發的話，毫無疑問選西餐，由岸田主廚米其林3星特制的餐點，當然是非常不錯。那我們今天第一次要來嘗試，因為我之前搭比較多都是搭東京巴黎、東京倫敦跟東京紐約這一條，因為季節性航班，這也是我第一次搭，所以我們現在試一試雪梨出發的餐食長什麼樣子。今天西式的選擇的話，前菜是個 amuse， 是個南瓜湯，然後 with mascarpone cheese， 然後在小點的部分的話，有這個 salmon 鮭魚跟蝦子，然後有這個甜菜根的番茄醬，然後有 cream， 然後有一些 pickle， 然後再來就是有個干貝，然後沙拉。主餐的話有 sea bass 鯛魚，然後有這個蝦子，然後有奶油淡菜的醬，那也有一塊牛排，然後再就是有些 cheese 啊，然後 mushroom， 然後紅酒醬。再來的話，麵包是一定有的。最後甜點的話是有檸檬蛋糕跟這個 nuts 的蛋糕。日式選擇的話，一樣會有5小碟，就是今天是有一個這個鰻魚跟豆腐，然後再就是有個這個蛋菜，然後再來就是花枝，然後再就是有一些這個鮭魚卵，然後再也有一些就是這個蝦子的部分，然後再就是 steamed sword fish。
broccoli 青菜。湯的話是一個日式的清湯，黃尾的一個魚去做的一個湯，然後裡面有一些 mustard， 然後 carrot and lemon。前菜的部分是一個馬鈴薯，然後是有蔥露醬，然後跟鱈魚。那主餐的部分的話，今天这也是 roast beef， 還有一些中間的餐點的話是主物的部分是一樣是鮭魚。飯的話有2種，日航都2種，一個是炊飯炊飯。那炊飯的話是用一些雞，然後或者是白飯，它也有白飯的選擇。湯的話一樣味噌湯，日本的醬菜是一定有的。最後再就是一個亞麻嘎達山形的一個白桃的一個蕨梨，雖然沒有東京出發這麼厲害了，但是我覺得以頭等艙來講，毫不遜色啦。那酒單的部分的話，東京出發才會有沙龍，那以前外站回去會有 Crystal， 不過現在好像有稍微 cost down 咯。現在外站回去的香檳是這一支 Billy Cod Salmon， 對，這是鮭魚的那個香檳。然後另外一支是 Jacqueline Cuvée 啊，這個我亂念了哦，對不起，因為這2支我沒有那麼熟。不過那個迎賓的那個香檳是我覺得也蠻好喝的。那白酒部分的話，今天就是有一支法國的這個 Chablis 啊，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Chablis。然後2支法國的白酒，一個是 Sauvignon Blanc 的法國的一個白酒，另外一個是 Marsanne Chardonnay 也是有，所以酒的選擇也是蠻多的。好，紅酒部分的話，就是有這個法國的紅酒哦，然後再來這蠻特別，它用的是紐西蘭的 Dog Point， 這牌子也很有名，對，也是馬波羅產區，不過它選的是它的黑皮諾的紅酒，然後再來哦，美國的話會給加州的皮諾。哦 ，OK， 所以它的紅酒是有2種。那法國這一支的話是卡本內蘇維翁跟梅洛混釀的，那這個應該好喝。哦，還有一支阿根廷的酒 ，Malbec 的酒，這看起來蠻不錯喝的。然後再來的话，純品大吟釀今天哇，很可惜這條航線沒有14代，其實是而今跟美丈夫，不過生意上還是有的。然後尖巴，最後的話，威士忌不能錯過，響的100周年特殊威士忌，還有致富，那這2支一定要嘗了。因為今天沒有14代的話，我們就一定要喝一下100周年的響跟這個致富了。然後再來的話，它的軟性飲料，除了我們上次給大家介紹過的 Royal Blue Tea 之外，好像有多一支哦。這支我好像沒喝過，它是 Premium Sparkling Juice， 一樣是用黑皮諾去做的，所以它是黑葡萄汁去做的一個軟性飲料。這可能跟那個像是我拍過那個星宇的那個頭等長得像酒的瓶子一樣的那個果汁，可能有點像哦，而且它是 Sparkling 的。這次我們也要嘗一下。日航的菜單總是令人非常的期待，大家說是不是啊？等下開啟我們的美食饗宴。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過夜包的部分，那我們現在就來拆開給大家看一下嘍。Hero Boni 這個牌子，首先這是一個眼罩，然後再來這個的話是口袋紙巾，再來這個是保濕口罩 Voice Mask， 再來這個是牙膏，然後再來這邊有一個梳子。然後這日航的漱口水，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Paya 這個牌子的這是護手霜，另外這個的話是這 Lip Balm 這個唇膏哦，這個之前我沒有拿過，這是新的耶，我好喜歡這個哦，這是日航的充電插座耶，還有這個日航的圖示，好可愛哦。不過這給 Type A， 應該要換 Type C 了吧？現在 Type A 很少用了耶。哇，不過這真的好有紀念價值，這個我好喜歡。然後再來就是耳塞。那所以這樣就是日航的過夜包裡面所有的內容了。這是日航頭等的 CT310R 這個廁所。那這廁所的話就是標準的一個配置。那 CT310R 廁所還算空間可以，比7879啊350我覺得寬敞一些。然後日系航空的重點，大家知道16年前這個飛機就已經有配置了免治馬桶。現在來看，可能覺得是日籍標準配備，但在這麼久以前的話，就能夠這樣設置，其實非常不錯。它這飛機其實已經16年，可是看起來保養的真的都還算不錯。雖然飛機機齡是蠻大，但看起來還是新興的。那備品部分的話，當然就有這些東西了。除了牙刷跟漱口水之外，標準日航要出現東西來嘍。在這裡，肌膚之鑰。日本的話，這日航都是使用這個肌膚之鑰的這個備品，在頭等部分。那男生的話，那個迎賓的話是給The Ginza， 女生的話就是給肌膚之鑰的面膜。好了，那這是廁所的開箱部分。好啦，大家好，我現在已經換好睡衣了。日航的睡衣啊，千篇如一日，都是跟之前一樣的。這個睡衣我覺得，不能說不舒服，可是我覺得它稍微厚了一點。日本人怕冷嘛，不過我覺得好在今天好像飛雪梨這一班，頭等的這個空調溫度調的
還不錯，可能外國人比較多，所以今天並沒有非常的熱。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現在坐的座位非常特別？我後面是什麼？我後面是電視。你看現在看的這是柯南，有沒有？所以我現在坐在哪裡？我現在是反過來坐的哦。這就是日航頭等的特色了。大家如果就是有機會搭日航頭等，記得一定要來一個雙人的空中晚宴。對，今天跟顧問一起來，所以我們給大家照一下。像我們座位上長這樣，這是正常的座位。然後現在中間這是餐桌，就可以雙人這樣對坐吃飯。那我現在坐在靠電視的這一側，那空間大家不用擔心，非常的寬敞。你看我現在腳步空間非常的大，所以這雙人對坐完全不會卡。然後餐桌位置是剛剛好，這本來就是設計給雙人可以对坐的一個吃飯的一個過程。這個國泰可以，日航可以，新航就不行了。阿聯酋也無法，Qantas是可以的。對，我們之前給大家上過片子，我覺得這也是個非常有趣的特點。雙人吃飯餐桌擺設起來就會像這樣，這是一個人坐這邊，然後中間是餐桌，另外一個人就會坐在這一側。對，然後電視螢幕在這邊。然後像這樣雙人的吃飯就會是個空中的 fine dining 要開始了。搭乘日本航空頭等艙，這個餐飲總是一個重頭戲。那我們現在香檳要先上來嘍。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支香檳，這個是我不會念，我隨便念哈 ，Bill Cod Salmon 鮭魚香檳。哦。這是另外一支香檳，這是744香檳 Jackson 的香檳。好，我們開始要來吃了。那這個前菜的小食的話，就是一個像是法式點心的一個 mousse。對，我們現在吃前面這個番茄，搭配這個是菇類。日航的美食。真的是其他航空公司無法望其项背，真的太好吃了。這一段的話是沒有 serve 的魚子醬的，會用這個來代替一樣的小圓餅。他說這是一個比較有點韓國式的一個做法，像這樣一口吃。好，我们来說一下兩支香檳的口感。這一支那個鮭魚香檳，當然等級是真的是比較高，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像那個 Crystal 的味道，但是還是少了一點酸味，也是不錯啦。然後我剛剛迎賓飲料那一支的話是商務艙的香檳，所以現在這兩支的話才是頭等的香檳。然後我下面另外點的這一支這個 Jackson 的這一支的話，我覺得就沒有另外一支好。那一支 Salmon 就是算了啦，我給它隨便取名了。大家我講錯名字，大家不要介意，我就把它取名叫鮭魚香檳好了。對，鮭魚香檳我覺得比較好喝，這一支就要普通一點。所以大家如果搭日航的話，有撒弄當然喝撒弄嘛，有 Crystal 喝 Crystal， 那鮭魚香檳也是可以的。那我剛剛有稍微說錯，它其實也是有魚子醬的，它是放在阿拉卡特的那個 menu 裡面。所以呢，我們剛剛就跟他講說，就是魚子醬幫我們先上，所以我們現在餐前我們就獲得一份魚子醬嘍。那日航的魚子醬呢，用的是這個牌子的。那這個懂魚子醬的朋友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因為聽說日航魚子醬選的是不錯，只是分量上面當然就是少很多了，跟那個阿聯酋啊把魚子醬當冰淇淋在挖的完全不能比。不過在飛機上面還是很棒。那配料的話，它沒有給青蔥，它給奶油跟這個蛋黃的部分，還有小圓餅。第一口先試原味。第一口原味，配上伏特加。哦，我雖然不是很懂魚子醬，但我覺得這個魚子醬吃起來的顆粒感，那個那個比較明顯，口感是比較好的。那我們第二口要配上我們的魚子醬，然後奶油、蛋黃，加上我們的夏布里的白酒。我個人呢是真的蠻喜歡 Chablis，然後而且頭等艙上面都會喝到，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少了青蔥有一點可惜，就是如果多一個青蔥跟檸檬，像阿聯酋那樣，口感會更豐富。不過日式醬本身是蠻好吃的。好，那我們繼續享用嘍。好，那我們今天因為我們2個人搭的關係，所以那我主要吃的是洋食部分，那我們顧問吃的是和食。那因為上次我們在001我們搭過那個東京出發的洋食，所以我們今天做個對照，就東京出發的洋食跟外站这個洋食差異有多少？那這個湯的話是個冷湯，是個南瓜的冷的濃湯，上面有馬斯卡彭 cheese。然後麵包的話，我選了一塊，就是這個法國麵包，跟這個是個肉。它奶油的話是這一塊，然後一樣有這個胡椒、鹽巴跟橄欖油。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湯的口味嘍。喝起來的口感是還可以，然後配上 cheese 畫龍點睛。那我這支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是法國的，這是 Sauvignon Blanc。一般 Sauvignon Blanc 都偏酸味，我蠻喜歡酸味。不過這一支的尾韻有一股甜味，所以蠻特別。這一支 Sauvignon Blanc 很好喝。那我們順便介紹一下日餐的前菜。首先的話是一個鰻魚的部分，再就有個蛋菜，然後有一個青菜，然後有個蝦子，然後有一塊肉，所以日式前菜看起來也很豐富哎。好，再來我們就要來try一下麵包的部分。好，那我們就一樣，先從奶油先來試起。我們來挖一小口奶油，看看跟星宇的比起來怎麼樣啊？它這個奶油是無鹽奶油，我們搭一點鹽巴，配一點胡椒。Super nice。這胡椒是整顆的，咬下去也非常的香哦，太棒了哦！喝酒，Sauvignon Blanc。最後一口，我們來試橄欖油。它剛剛端上來之前，我就聞到橄欖油超級香，這麵包本身也有香料，非常好吃。好，我們現在下一道餐食上來了，這是一個蝦子、鮭魚、甜菜根醬跟甜菜根本人的一個組合。我們下一支酒喝的是這個，也是法國的。它這個法國的白酒的話是叫做我亂念哈 ，Côte d'Or 什麼的，葡萄皮諾斯馬賽。我喝喝看哈，我們先喝一口酒。這一次也蠻好喝的，它香味不同於 Sauvignon Blanc， 不過也是蠻濃郁的。好，我們來先試一口蝦子嘍，蘸上甜菜根醬。日韓餐點就是好吃。再來我們試一口鮭魚。配上奶油還不錯。那我們通常加印和食的部分，它是一個魚湯，口味如何呢？哦，它是日本的鰤魚哦。好，我們顧問說很滿意。好，日本餐的話，我們上了這一支，幫大家介紹一下。這是甲州這個葡萄的品種，是栃木縣的。那剛剛看到這個 menu 啊，我突然就哇，這是 Coco Farm。有沒有頻道的忠實觀眾聽過這一支啊？我們在那一集日光的 Ritz-Carlton裡面的晚餐，有一天去吃的餐廳就是給這一間酒莊 Coco Farm 的酒，這是栃木縣很有名的一個酒莊，非常不錯。所以 Coco Farm 我們又見面嘍。那還沒有去看的，去複習一下，在日光 Ritz-Carlton 那一集也很棒哦。哦，還有一點水果香味蠻重的，上次在那個餐廳的話，喝到的不是這一支，是白酒跟紅酒，這支有點橙色的酒，這蠻好喝的，很棒。再來是第二道前菜的部分，我的是一個干貝沙拉，第三部分是一個生魚片，還有這一類青菜，跟一個馬鈴薯泥配上鱈魚的日餐部分。那我们再給大家吃這個西式的部分，這是個干貝，然後下面是有沙拉的部分。特別好吃，因為海鮮的關係，就搭這個日本的大銀麵，這個是美丈夫。我再試一口
而今北上不上的口感和丰厚，不一再一口。它日韩啊，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享受，太好吃了，各位，太好吃了。主餐是有2道，第一個是海鮮部分，那是蝦子，然後跟淡菜、蛤蜊的醬汁跟一些蔬菜。那我們這個酒的話，我這支的話是法國的紅酒，它是卡本內蘇維歐跟梅洛。日航的這個選酒啊，真的是很不錯，我真心非常的喜歡。我們來先吃一口單純的蝦子，蛤蜊，青菜，青菜好好吃哦。另外這一杯的話是皮諾。其實黑皮諾配海鮮也是可以的，因為它比較淡。日式的話，就主餐只有1道，就是牛肉配飯的部分。廢話不多說，我要繼續吃了。我剛剛以為這是蝦子跟那個淡菜，其實不是，它下面還有一塊魚肉。好好吃哦，配這個蛤蜊淡菜醬。有些海鮮啊，配上紅酒不太對，這一道配紅酒沒問題。好了，我們就要進入今天最緊張的環節了，就是牛排的環節。這牛排就是一翻兩瞪眼，有沒有過熟就看這一刀了。我們試試看哦。看到我的表情了嗎？切下去的手感完全正確，粉紅色的肉，非常好吃。澳洲 Wagyu Beef， 它這支酒呢，這是阿根廷的 Mendoza 產區。Mendoza 是個非常著名的紅酒產區，有點類似加州的就納帕維里。所以看到 Mendoza， 然後紅酒就可以點，非常讚。喝一口 Malbec 葡萄 ，perfect， 太棒了。這牛排啊，真的很好吃。我們再搭一口這個有醬汁口味的哈，然後配一點這個菇類，醬汁好好吃。剛剛說的那個日航那個新增加的 Sparkling， 然後 Pinot 葡萄汁，這個好好喝哦。我們上次啊在001，這個我們喝過了 Royal Blue Tea。台灣東方美人這個我們喝過了，這一支好喝。這個是星宇那一集啊，我們拍過那個無酒精的葡萄汁，它這加上 Sparkling 口感，這口感更好，這好好喝哦。進入甜點環節了。剛剛主餐那個牛啊，真的是很嫩。那我們顧問和食呢也很好吃，那個飯真的很棒。日航、全日空跟大韓的白米飯做的都很好。我們今天運氣蠻不錯的。我們今天生意藏呢，除了我們一般見到這個白色版本，我們還有綠色的生意藏特別版本。Special 版我覺得更濃郁，很好喝。好，我們現在試一口甜點哈，這是檸檬蛋糕。口感很豐富。我們搭一下，像100周年紀念版，超棒。像真的很棒。那我們美好的這一餐準備要結束了，我們再試一口這個另外一個甜點，這個是 hazelnut。這甜點是烤過的那個 nuts， 很香。那日航的話是沒有給甜點酒，雖然沒有 Sauternes， 沒有 Sauternes跟沒有port 的話，我覺得大家甜點最好選的就是燒酒或是威士忌，會非常搭。所以這個響呢，我覺得非常適合綜合掉甜點的那個甜味。大家日航啊，真的吃得太滿足了。
好了，那我們就用這邊來結束我們餐點的部分嘍。好了，美味的餐點吃完了，我們的床也鋪好了。那日航使用的是京都西川的床墊，跟上次我們001說的35K 是一樣的。那鋪床起來一樣非常的舒適，雖然不像35K 這麼大，不過77W 這還是非常不錯。因為77300ER的話，基本上寬度還是比35K 寬，所以即便是121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寬敞。那尤其日航這個床墊真的是非常的棒。好了，那我跟我們的金貴人跟我們小海龜一起睡覺，我們躺進來嘍。躺進來呢，真的是很舒服嘛。我覺得日航的头等啊，即便是舊艙，還是非常有值得體驗的地方。趁這個機隊離開之前，找時間來體驗吧。我真的覺得它是個非常棒的一個產品，那就是一個 benchmark， 真的很棒啊。當然，你說要精緻度或厲害度，沒有東京出發這麼厲害啦。但是我覺得你要跟其他航空公司比的話，我覺得還是那個就什麼打啦，就真的是差太多了。日航食物真的好吃，太棒了。好了，那我要來睡一覺嘍，很開心。好，那我們睡醒再見嘍，拜拜。啊，大家午安吶。金貝貝剛剛躺下去睡啊，真的是睡得超級霹靂無敵好的，躺下去馬上就睡着了。這個京都西川的這個床墊啊，真的是支撐度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然後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難得，要給 JAL 今天一個讚，是因為我過去幾次搭日航頭等這個機型的話，71300ER經常會發生就是被熱醒的狀態，非常非常熱。不過今天完全沒有這個狀態，非常的舒服。好啦，那剛剛說了這麼多的好話，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缺點的部分了。這個機型畢竟是比較老的機型，所以比較弱當然是什麼呢？就是娛樂系統了。它還是用這個手持裝置去控制這個娛樂系統的界面操作。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打開之後就會像這樣，非常非常傳統的這個日航。這個是 Magic 5的一個操作界面，上面就是會有這個電影啊、錄像、新聞、音樂，然後遊戲、內餐食哦，它也是有 menu 在上面的。好，那我們就投影到大螢幕來上面給大家看一下好了。對，這個就是會有一點卡卡。Thank you。好了，我剛剛點的飲料來了，好，就會像這樣。Thank you。大概影片會像這樣。然後有哪些影片的話，這裡也實在是看不到。就是大螢幕上無法投射啦，所以我沒辦法秀給大家看。然後這個小螢幕真的太小了，而且這個真的是有點卡頓。我給大家播一段看一下這個畫質的部分好了。那我們就回到首頁，所以我現在只要一按回到首頁的話，這邊螢幕就會熄掉了。遊戲的話，我們這樣給大家看好了。對，它有這個 JAL Smartphone 的麻將多人遊戲，然後這個收據，然後這個 Go， 然後 Angry Birds， 滑起來的感覺大概就會像這樣，給大家滑一下。我覺得以那個時代來說的話是可接受的，因為我搭過更卡頓的，就是像英航那個舊艙，機內的飲料跟膳食查看菜單，我們來看一下好了。哦，目前無法選擇膳食，所以這個功能是不能用的。然後在 JAL Shop 就是它的購物部分。哦，免稅品販售的倒是有做，按了就跳到外面去了。哦，就像這樣。然后最後我們就看一下我習慣看的飛行地圖好了，按下去的話就會像這樣。那我覺得那個年代就那個年代的問題啦。那日航在這個10多年前的話，這個機種，那當然確實螢幕的這個解析度啊，或是操作不是那麼流暢。不過呢，還是有不錯的地方。像我們上次搭那個新加坡航空那個380，哦，那個娛樂系統那個更爛。那這個的話，至少它是觸控螢幕哦，對，那這個還是比新加坡航空好啦。新航的那個380真的是空間真的是無敵寬敞，不過那個操作娛樂系統界面真的比這個更爛。對，所以我覺得，如果以這個舊艙啊，15年前的這個舊艙角度的話，新航的硬體是封頂，日航的軟體是封頂。那日航這個軟體到現在還是封頂，它的餐食跟服務真的是沒話說，真的是一級棒。那既然睡醒了，我們現在距離降落的話，大概還有2小時左右。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過了關島了，已經到硫磺島上空了，可能不到2小時就要降落了，所以我趕快來再吃點東西的。上日航的話，頭等一定要吃這個沙拉，日航的沙拉非常的好吃。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招牌的這個日航的這個拉麵。今天的拉麵的話是叫做 JL Special 豚骨拉麵 Flavor Miso 拉麵 Soup。今天九州拉麵哦，這一定好吃。飯的話是 JL Recommend 的Scala Rice， 就是這個凡利貝的這個飯。然後再來就是我還點了一個這個沙拉，哇，真的太棒了，好滿足啊！嘿嘿。好，那我們來吃看看哦。好，我們先試沙拉。哦，上面有一些這個火腿搭配的沙拉來吃。它的沙拉醬不是一般的那種什麼油醋啊或千島，是一個味噌醬，還可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試一口拉麵了，拉麵，哇塞，沒有煮爛呢，剛剛好哎，麵條是 Q 的，喝一口湯，湯頭好棒哦。有時候拉麵會煮到糊掉，今天沒有。然後這個凡利貝的這個炊飯，我們來吃一口。干貝。這個一定要點，這個太好吃了，非常香，而且白飯好好吃。好了，我要來吃了，太好吃了。好，我們現在大概剩1小時半就要降落了。那我們最後點了一個這個和食的一個阿拉卡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其他航空公司的第2餐啦。对，剛剛那是小食的部分，非常簡單，白飯、味噌湯，然後跟這個是鴨肉。西式的話的，就是會有這個選擇，漢堡，這個也很不錯。我們先來試這個鴨肉好了，完全不柴，好嫩哦。這白飯真的好好吃哦，吃一口醬菜。日航的白飯真的是超級好吃，這個日本米哦，煮起來又 Q 又軟又黏哦，真的好吃啊！在飛機上啊，喝一口這個味噌湯，真的是很享受，真的非常棒。再來，我們來試一口這個漢堡的部分。那飲料部分的話，我們選了這個，就是另外一杯威士忌致富。致富是跟日航特殊合作，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想的，不過致富也很好喝。再來搭日航，怎麼能不來一杯 SkyTime 呢？每次搭上日航啊，就好像回來看老朋友。這老朋友呢，提供的餐點跟服務還是萬年如一日，非常的高水平。這次日航也沒有讓我失望，相信也沒有讓各位觀眾失望吧。我覺得這日航的頭等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來體驗的。雖然硬體稍微老舊了一點，不過東西真的是好吃到爆炸。剛剛自己搭配這個第2餐吃的也很滿足，很滿足。那現在快降落前了，大概現在剩下1小時10分鐘。我們最後就用起司盤跟水果作為我們今天整個餐點的一個收尾。日航的起司盤也是不錯的，我們從軟起司開始先來吧。快要降落了，不能再喝太多了，喝肉 blue tea。這塊硬起司，餅乾，這塊核桃餅乾很好吃。上次阿聯酋那起司盤我們還沒有試到，不過我覺得日航的起司盤，我個人覺得跟國泰一樣，都非常的穩定、高水平。最後是藍紋起司，藍紋的話我們配果乾。然後葡萄，日航的水果盤一定要有，鳳梨、哈密瓜，西瓜，我的最愛草莓，日航的水果盤跟我們台積的一樣，都很好吃，真的是太滿足的一餐了，吃得好開心啊！不過我現在動作要加速了，因為剩1小時10分鐘，我趕快吃一下，要把衣服換回來嘍。那最後我們再來說一下這個 WiFi 的部分，這日航啊，這個舊機種還是非常傳統，給這種就是一張一張的這個 WiFi 這個 coupon。網絡速度的話，
還算可以啦，不過就那樣。我這趟搭飛機的前一天有看到新聞，就是日航已經準備在 Zip Air 上面，就是用 Starlink， 然後已經裝好了，好像3月份就開始要用了。所以我看到這新聞的時候，我就想說，那這樣子 JAL 自家怎麼沒有也一直跟着一起換 Starlink？ 怎麼是 Zip Air 先呢？就是換 Starlink， 我覺得一定會比較快，會比較好啦。所以。希望繼 Zip Air 之後，本家的日航也可以改用 Starlink 的服務。對啊，希望將來有機會使用到哦。那我們這次的日航之旅就要準備畫向尾聲了。在這個350-1000跟777-300ER 這個交接的這個時間，真的因為舊機還沒有退，多了很多的座位數，那也同時多了很多的機會，讓我們去體驗日航頭等的美好。還沒有體驗過日航經典這個舊艙777-300ER 的朋友們，非常推薦你在消失之前趕快來體驗一次。我自己評估的話，應該是還有2年左右的好時光吧。現在日航350-1000已經交到第11台了，有一台在紐約壞掉還沒修好，那其他部分已經進了11台了，可能今年明年但交機會就會交完了。那它新訂購的350-900是沒有頭等艙的，對，所以新的都交完之後，舊的應該就要退，退的速度也可能會很快。不過我個人私心希望是日航改变一下政策啦，這舊的其實也不要退啦，這個飛機保養的其實也還可以，我個人覺得再戰10年都還不是問題。你看這以迪昂777-300ER，我覺得搭起來裡面的這個感覺，比長榮的那些老777我覺得都還要好，狀況都還不錯，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再一戰呢。這樣子我們可以多一點機會搭頭等艙嘛，因為畢竟這種頭等這裡有8個位置，還是比較容易搭到的。這個經典頭等艙777-300ER跟國泰是一樣的，都是一個非常值得令人懷念，也是在當時那個年代就是 top 的選擇。这2個機種任何一個只要離開這個市場，金貝貝都會非常的難過。對於了承載金貝貝很多很多回憶。我搭乘最多次的頭等艙應該就是國泰頭等跟日航頭等，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多，可能差不多一樣多吧。對啊，也都是我非常喜歡的產品。那這個經典日航頭等，趁消失之前777-300ER，大家趕快來體驗一下哦。好了，我們看到美美的東京了，我們剛剛經過東京灣。那現在快要降落羽田機場嘍。日航頭等總是每一次帶給我們非常好的飛行體驗，這一次也不例外，非常的舒服，吃得非常開心，睡得也非常的好。降落，謝謝日航給我們一個這麼愉快舒適的飛行體驗。那我們下一集的飛行記錄，下一集的貴賓室，那下一集的飯店再跟大家見面嘍。下次見哦。好，我們上一段第一個 part 啊，我們是各位觀眾很熱情的來信。那金貝貝本人呢，當然要給出我自己一些評價嘛，還有我們的頻道顧問。那我們的彩蛋在這裡哦。那這一次的話，就是100集特輯嘛，那金貝貝就想說送大家禮物。